战场被整整炮轰了一夜，可硝烟中竟然还有个活物，那是一只身上缠满铁蒺藜的战马。4年前，老雷花了30个金币将它买回家，是正经离地马的5倍。妻子见了大发雷霆，这马看起来雄赳赳的，有什么用？根本不是干活的料。可小雷却非常喜欢这马驹，他跟母亲保证一定教会他犁地，否则任凭他将马卖掉。谁知出师不利，小马暴躁不安，他只要稍一靠近，马驹就会撂蹶子躲开，他只能背过身，不停地轻声安慰，马驹这才放心吃东西。小雷不会驯马，他让马驹像狗子一样站在原地，可他刚一转身，小马就悄悄跟了过去，顽皮得很。他只能将他推回原地，然后跑得更远，继续吹口号呼叫。这一次，聪明的小马听懂了，他欢快地朝他跑过去。从那以后，小雷就有了跟班，只要口哨一响，小马就会撒欢地向他跑。可好景不长，包租公来收地租了。老雷穷的只剩看门的大白鹅，哪里有钱交租？他只能求包租公宽限到秋收。可包租公却讽刺他买了一只样子货，不能犁地，还有脸说秋收。说着就带人走了，准备过几天来收回土地。老雷听了心里着急，他扛起龙套就要给小马套上。小马吓得又要撂蹶子，他是匹骏马，骨子里压根没有犁地这个茬。小雷劝说父亲，可是老雷不听，不小心被马驹撞倒。他怒了，拿起猎枪就要杀了马驹。小雷见状抵住父亲的枪口，再次保证一定会让小马犁地。可是开垦的土地全是硬石，小雷下令前进，小马却回头幽怨地看着他，纹丝不动。小雷没办法，拿起鞭子一甩，好家伙，这哪是犁地呀，这是犁小雷呀！包租公们看得捧腹大笑，远近的村民也都跑过来看热闹。小雷只能再次扶起犁具，在无数人的围观下表演骏马无效犁地。不久，小马就双蹄跪地，彻底罢工。包租公嘴里的讽刺更加难听，老雷也彻底失望，准备收拾东西腾地方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下起大雨，小雷发现土地变得松软起来，他激动地大声鼓励小马，小马也仿佛理解小雷的用心，他开始用力拉起犁具。这一次，犁头深深嵌入土里，所过之处翻起了新鲜的土壤。可前面一块大石突然出现，小雷想让马驹躲避，但小马没有理会，直直冲过去。他强健的力量轻易就切碎了石头，顺利通过。刚走的人们看见这一幕，全都惊呆了。包租公也被他们的坚持所震撼，终于答应将地租宽限到秋收。小雷和马驹没有停下，一夜过后，他们竟然犁完了整片土地。小马在这个家里有了立足之地。可没过多久，就传来打仗的消息，部队来小队征兵。因为小雷还未成年，老雷就将小马送去当了兵。这匹骏马被主人送去当兵，看到一排排的同类，他非常不安，撂着蹶子挣脱开，就打算逃跑。最后还是被军官拦住，将他拴在一匹高大的黑马边上。这是部队里最俊美的战马，他高高扬起脖子，桀骜不驯。小黄见了瞬间安静下来，黑马成功激起他的胜负欲。到了演习现场，他就跟黑马较上劲，两匹战马冲在前方，并驾齐驱。黑马刚一跑到前面，就被小黄奋起直追，轻易地超了过去。经此一战，两匹马英雄惜英雄，成为了朋友。可他们不知，这成了他们最安逸的日子。骑兵连很快在高粱地发起了袭击，他们冲向敌人的宿营地，将毫无防备的敌人赶进树林里，却没有想到这正是一个陷阱。他们被大批的敌军包围，成排的机关枪发起反攻。等战马越过防线时，马背上几乎没有了骑兵。小黄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只能发挥特长拼命地奔跑，最后还是被敌军拦下。敌方准备杀掉所有战俘和战马。就在这时，小黑拼命挣脱缰绳，跑到了小黄身边，可是士兵还是拉着他们打算枪毙。恰好一个男孩看见他们，他跟军官反映，希望留下战马当作救护马，运送伤者离开。可是小黑是骑兵马，从未套过龙套，他根本就不让男孩靠近他，戴不上龙套，他就只能被杀掉。小黄在这时及时出现，他主动将脑袋靠过去给小黑示范，小黑这才听话的戴上龙套，留下了一条小命。他们本来相安无事，运送伤员，可是争斗又起，男孩的弟弟被抽调上了战场。男孩见他太小，就拉着弟弟一起做了逃兵。他们跑到一座庄园，将黑和黄藏到仓库里，可是缉逃队还是很快就抓到他们，两兄弟被就地枪决。
到了早上，仓库大门被打开，一个小姑娘发现了2匹骏马，她和爷爷收留了他们。在这里，小黄和小黑度过了短暂的开心时光。女孩还给他们起了负心汉的名字，一个叫小凡，一个叫小迪。小黄一直不会跨栏，女孩就不断教他。可好景不长，军队就开拔到他家的庄园，他们收缴了庄园的所有食物和牲畜。小黄和小黑再次被军队带走，这一次2匹马被军官派去拉大炮。马官拉着小黑跟军官请求，这样的骑兵马如果去拉重炮，他就失去了用武之地，何况他的腿已经不行了。但军官见惯了厮杀，根本不在乎一匹马的死活。小黄见状再次跑到了前面，努力地抬起前腿，表现自己很强壮，这才将黑马替换到了后面。他们拼命地拉着重炮，拉不动的马就被军官拽出来，当着所有战马的面被一枪毙命。即使这样，小黑也终于走不动了，不管马官和小黄怎么鼓励他，他都起不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敌方部队突袭，所有人都开始逃跑，马官拼命地呼喊让小黄赶紧逃跑，小黄却在小黑的身边迟迟不肯离去。就在这时，一支装甲坦克朝他开了过来，一匹战马看见坦克朝他开过来，他转身开始逃跑，却跑到一条死路，眼见就要被坦克无情碾压，他抬起前蹄愤怒地嘶吼着，终于在最后一刻，他纵身一跃。小黄不断躲避着炮轰，没人能拦下他的脚步。他跑到炮火最密集的战场中央，一头撞向了布满倒刺的铁蒺藜，木桩和刀刺刮在身上，他依然没有停下，直到挂得越来越多。小黄被木桩绊倒，翻身倒在了泥沟里，他痛苦的挣扎，却根本起不来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最初的家里，想念那个非常爱他的少年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士兵发现战场上居然还有活物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匹战马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在那样的炮轰下，要有多大的力量和速度才能躲过一次次攻击？士兵们没有急着战斗，都在使用各种技巧呼唤着小黄。一个士兵按捺不住，他举着白旗跑了出去，不顾危险，打算营救战马。对面的敌军听到声音，并没有发动攻击，而是全部关注着奇迹般活下来的战马。士兵后悔地发现自己忘带钳子，可一抬头，敌军也过来一名士兵帮忙，正好为他送来钳子。可是小黄身上缠了太多的铁蒺藜，一把钳子根本不够用。话音刚落，两人一边解救小黄，一边聊天。一个说我那壕沟里美女美酒样样不差，另一个说我那马戏表演特技不比你低。只有小黄知道他们都在吹牛逼。终于解救了小黄，两人都想将战马带回自己的阵营。最后他们投硬币，最初那方的士兵赢了，两人彼此握手，纪念这战场上奇迹般的友情。小黄被带到了医务处，可是医生看了小黄的伤，认为他没必要再继续治疗。尽管很难过，但是士兵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人将小黄杀死，解决他的痛苦。小黄再一次面对死亡，他的眼睛里早已不起任何波澜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口哨突然响起，小黄的眼睛瞬间泛起光芒。他抬头看向远处，一位眼睛受伤的士兵走过来，正是小黄最初的主人小雷。原来他早已经参军，之前就听到有一匹神奇的马活了下来。小黄也认出了主人，他冲过去跟他亲昵的拥抱，可是军医却不相信他们认识。小雷只能说出小马的马蹄是白色，额头还有一块印记。众人拿毛巾擦掉小黄身上的泥，果然露出了他原本的样子。军医大受震撼，他答应小雷一定帮他治好他的马。不久后，小雷和小黄都已经伤愈康复，战争宣布结束了。可战马却还有一个规定，不能被原主人带走，而是需要被拍卖。所有的战友不忍小黄再度颠沛流离，他们集体凑了36个金币，全部给了小雷，让他去赢得拍卖，将小黄带回家。谁知现场有一个老人，竟然出了前所未有的100金高价，买下了小黄。原来竟是那个女孩的爷爷。战争带走了女孩的生命，他希望将小黄带回家，满足孙女的愿望。小黄再次挣脱缰绳，跑过去跟小雷告别。就在这时，老人拿出了一面战旗，这是当初小雷放在战马身上的旗帜。You may have this. Thank you ever so much for this, sir. And this. 小雷激动地想要把钱付给老人，但老人却拒绝了。他已经释然，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这是史上最温柔的战争片，战争让很多生灵死去，同样有更多活着的生灵需要用温暖去治愈。